AKB48 成立于2005年，其巅峰时期拥有过数百名成员，被认定为世界上成员最多流行组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根据近些年的各种媒体宣传，偶像女团的成名难免会联想到出卖色情、资本运作。但按当时的视角来看 ，AKB 起初的20名成员论姿色，远不及同时代时代少女等韩流偶像。论资本炒作 ，AKB 诞生于一间小小的商店剧场，出道时单曲连3万张都卖不出去，以至于被原唱片公司抛弃。时至今日 ，AKB 共计为日本创造了数千亿日元的经济效益。到2019年 ，AKB 单曲总销量达5483万张，成为日本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女性艺人。这样的实体唱片成绩，在 AKB 活跃的互联网时代，可谓一种诡谲的现象。要知道，在此榜单后3位女性歌手滨崎步、坂井泉水、安室奈美惠，都是活跃于日本唱片行业巅峰的90年代。3人累计单曲总销量加起来，才勉强超过 AKB。如果以个人比较不客观的话，那在 AKB 成立前后的早安少女组乃木坂46的单曲总销量分别是1600万和2526万。更加堪称奇迹的是，自 AKB 出现之前的日本单曲销量单周突破100万的白金唱片仅有3首，而自2021年之后 ，AKB 竟能持续数年连续多张打破纪录。如今随着 AKB 的由盛转衰，唱跳不专业、向男性谄媚、粉丝无脑氪金等等的负面舆论甚嚣尘上，以至于前后几百人参加过的团体里，仅4人退出后的个人选择就被嘲讽为下海女团。尽管存在质疑与争议，但 AKB 的影响却曾真的冲出了行业与国家的限制。2011年，日本广告女王前15名有12位是 AKB 的成员。鹿儿岛形象大使、早餐推广大使、时尚先锋，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等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在印尼、在泰国 ，AKB 的冰封蔓延东亚。但这一切的成就与诋毁，本质上都是建立在 AKB 已经成名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将视角回归到起点，作为一个仅区域性质的地下组合，真正站在大众舞台时，它已经成立7年了。在这7年间，他们被资本抛弃，被媒体抛弃，被主流抛弃。常理之中，这个组合早就解散了。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组合的人员在危机之时不降反升，最后成为了可以代表日本的文化符号呢？大家好，我是子美，欢迎收看本期 AKB 的起源故事。2005年10月30日，东京某高楼的一间办公室里，14岁的高桥南紧张地等待着，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艺人选拔。从小身体羸弱，他明显缺少点同龄人该有的自信。小学的某一天，他在班里唱了一首犬夜叉的片尾曲，意外地得到老师的认可，这是人生中第一次被称赞。于是他的心中萌生了一丝对歌手这份职业的向往。然而一连多次艺人选拔失败的现实，让妈妈也劝他应该把心思放回到学习上了。他盯着手上这张新企划的招募通知单看了很久，这是上次海选失败后工作人员给他的。他决定最后再试一次，跟妈妈约定，如果失败了就彻底断了成为歌手的念头。同样14岁的坂野由美也来到了这间选拔教室。升入初中的他好像比同龄人更早的进入了叛逆期。小学时因为看了当时女子流行组合 SPEED 的演出后，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舞蹈的学习。可能是天赋异禀，也可能是机缘巧合，他通过了冲绳的一次全国选拔，小小的年纪就登上了红白歌会的舞台。虽然只是伴舞，但也让他非常骄傲。然而进入初中后，由美引以为傲的舞技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试着进入学校社团培养的新爱好也很快失去兴趣，对学习也感到厌烦。无处安放的经历让他常常跟一些无所事事的朋友们厮混在一起，连曾经最喜欢的舞蹈课也不去了。这样放荡迷茫的日子过了一阵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马上就要升高中了，由美要不要再认真地面对一次自己喜欢的东西呢？这天，由美看到杂志上有一页版面不同于别的花花绿绿的排版，白纸黑字的广告显得有点粗糙。妈妈看着上面的人像，对她说，这个人很有名的。他不认识妈妈口中的小猫俱乐部，但广告上的最后一行字让他决定去试一试。同样看到这张海报的小岛洋菜已经是个高2的学生了。虽然小时候他就加入了艺人事务所，跟由美一样参加过冲绳那次选拔，参加过早安少女组的招募，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没什么机会，也缺乏干劲的洋菜便回归了学生的生活。空闲时经常跟朋友去新宿逛街。这天他准备去买个可丽饼吃，而路上有一张不符合新宿风格的海报映在了他的眼里。秋叶原偶像计划启动，甄选进行中。余光瞟过5秒后，其中的2个字让他眼前一亮。虽说是海报，但简陋的更像张传单啊！是那个小猫俱乐部的制作人邱元康，还有早安少女组的王牌编舞夏真弓。于是他也来到了今天的选拔现场。要说与这里最格格不入的，还是这个叫前田敦子的初2小姑娘。面相憨厚，极度内向的她，从小就是父母眼中省心的孩子。缺乏自信的性格让她上学期间没有加入过任何社团，每天一放学就早早的回家，因为不喜欢自己吧，总害怕别人因为我浪费时间。这一年的夏天原本与往常一样平淡。这天敦子跟妈妈去逛街买东西，晚上回家时路边的转角处贴有一张招募海报。据后来 AKB 的工作人员说，真的想不起来为什么会贴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但他就是被敦子看到了。志不在偶像，他对于海报上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概念，真正吸引他的也是海报上的最后那一行字，想要看到有个性的你。
这句话在他的心里萦绕很久。成熟的社团对我而言做不到，但如果是新社团，或许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待下去吧。妈妈，我想试一下。这是墩子第一次鼓起勇气主动尝试的事情。然而初次来到选拔现场，抱着成为电视上演员为想法的墩子完全没想到，这里还有正式唱歌和跳舞的展示环节。被吓到的他甚至想当场离开。母亲劝道：“来都来了，还是至少先参加完面试吧。”不安中看着其他来甄选的女孩子，大家好像都很从容，彼此交流着。眼前这个打扮时尚的女孩就是小岛洋菜。起初墩子还以为她是外国人，而顶着蘑菇头的墩子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完成了自己的甄选表演。同样惴惴不安的是，此时被叫到号码的高桥南。当他准备开始表演时，惊喜地发现坐在评委席的正是上次海选淘汰自己的邱元康。虽然邱元康根本不记得他，在简历上高桥南148的身高和4月8号的生日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与此相对，板野由美倒显得从容许多，自信的舞步一看就是艺人的料子。这场举办自秋叶原的艺人甄选，从全国各地报名的一共7924人。虽然这张报名海报显得有点简单另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三流机构的补习班骗局，但最终仅通过书面初审的落选率竟高达95%。来到现场面试的45人中，只有包括上面4位少女的24人通过了最终的2轮甄选。选拔结束后，工作人员给他们讲述本项目的计划，在秋叶原唐吉诃德8楼小剧场里，每天都进行演出，让演员能与观众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过程中，以成员的成长为卖点，走上成功之路。一股质疑的眼神投到总制作人邱元康的身上，像是小岛洋菜、板野由美这种有过艺人培训经验的知道，这不符合他们认知中走大众媒体推广成名的路线。即使秋叶原有这种以宅男宅女为服务对象的地下偶像，但那也只是为了售卖酒水食物的噱头。如果是这样，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搞什么选秀吗？而且选出来的还都是些新手，就这还想卖票啊？就算卖票，小剧场的模式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先例啊！不等姑娘们深入理解，就通知他们4天后开始训练的消息。感觉到不对劲的小岛洋菜说道：“不好意思，训练可以请假吗？那天我要打工。”不信任的氛围溢于言表。这时邱元康走到这群姑娘面前，我想大家都会感到不安吧，但是请大家相信我，请相信并跟随着我。据多年后高桥南回忆，说真的，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随他？墩子说：“是不是被耍了呀？想着是不是被骗了？”11月3日，换好训练服的少女们来到练功房，他们临时队长发现队伍里好像少了一个人。只见来自早安少女组的王牌编舞师夏真弓对他们说：“刚刚有个人迟到了，我把他开除了。你们的第一次公演定在12月1日，也就是25天之后。那个时候的你们必须要像早安少女那样，双眼散发光芒，两臂展现力量，每一个毛孔都要散发气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如果有人不努力、不认真，就会掉队，被耻辱的淘汰。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在场的所有人背后一凉，他们不是在瞎胡闹，而是玩真的。邱元科和夏真弓当然知道这些孩子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想要完整的表演由12首歌舞组成的2个小时公演，一群外行1个月就想至善至美根本不可能。如果完美的演出是100分的话，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可能也就0.1分。起初有个4、5分的板野由美，在训练时颇为得意，不自觉的就会展现曾经学得的技巧。然而夏老师对他说：“你这个嘻哈舞步不是偶像该跳的。”接着就把由美从原本靠中间的位置给调到了边缘，像是高桥南、前田敦子这种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成员，等待他们的便是无边无际的加练。对于他们而言，梦想的种子能否发芽，靠的只能是汗水的浇筑。但当时他们还无法理解，还是学生的他们不能翘课，下午放学后就要赶到这里，每晚都要训练到深夜，赶着最后一班电车回家还得写作业。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每个人都严重的睡眠不足和肌肉酸痛。随后就有3名成员坚持不住，选择退出。前田敦子也在找机会说退出的事儿，但一想都坚持10来天了，就硬着头皮走下去吧。当剩下的成员第一次来到剧场排练时，很多人都傻了眼。楼顶坐落 AKB 小剧场的唐吉诃德大楼，是一家主打折扣商品的百货大楼，档次大概相当于咱们老城区火车站附近的中低端 CBD。要说这里唯一的优点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真的要在这种地方演出吗？他们剧场舞台的2侧还有2根影响视线的柱子，工作人员无奈的给他们说：“没办法，租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这2根柱子是承重用的，没法拆。”他们去的当天，剧场还没有装修完，这2舍小姑娘只能在铺满蓝色塑料布、布满灰尘的剧场舞台上，戴着口罩进行最后的彩排。因各种原因推迟1周后的12月7日 ，AKB 原始成员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公演。为此，邱元康请来了各路记者，250个席位被坐得满满当当，非常热闹。后台看到这一切的少女们很开心，穿的为他们定制的水手服，开启了他们史上第一次的表演。
据邱元康对媒体的透露，这个新生组合的目标是获得唱片公司的青睐，实现唱片出道。事后很多人对那一天的唯一记忆就是结束后每个人都大哭了起来，他们真的太紧张了。所幸1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心心念念的这一天圆满结束。然而第二天，现实就给他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当他们第二天进入后台，观众席上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而且大多数还都是自家的工作人员。这时他们才明白，这里不是学校的什么文艺演出，想要让观众买票进来，现在他们哪有这样的实力啊？但演出还是要照常进行，在周末一天甚至要演3场，每一场的票价都是1000日元，大概相当于日本大碗加肉拉面的价格。虽然票价很便宜，演出仍每天继续，但客人却不见增多。这天高桥南发现下面居然坐了2个观众，后面还有3个买了站票。对于坂野由美来说，这天的记忆非常深刻。站在边缘，他想起夏老师说的话，如果没有打心底注视观众的话，是无法做出好的表演的。但这天看到他用力挥舞双手的，就只有眼前这根柱子。我不想干了，我不想上台了。本该还在家庭庇护下的少女们，正值情绪最敏感的青春期，每次演出完总有成员落泪，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他们没有粉丝，没有人支持他们，每场的公演他们都要准备返场曲，但每次表演结束，在后台换好衣服的他们却只能听到工作人员的安口声。过了一阵，连台下的工作人员都在讨论，这群孩子真的能火吗？怎么样才能被辞退呢？这是少女们在后台最常说的话。除了演出之外，她们也不能闲着。演出结束还要跟着工作人员去车站或者剧场楼下招揽客人。几年之后，连摇号名额都要摇号才能买到的剧场门票，现在的她们只能陪着笑脸免费送。一转眼就到圣诞节了。白天她们穿着裙子在冰天雪地的台场露天舞台演出，演出完就要回到剧场接着公演。晚上的时候还要被安排在街上派发传单。结果到最后来看的观众基本为零。本该跟朋友家人一起聚会的这天，留给他们的只有满腔热血被现实浇透的沉寂。空荡荡的剧场楼下回荡着商店的圣诞歌曲，少女们团簇在一起，一个个的委屈落泪。这一天邱元康也在，看着这些蹲在角落大哭的少女们说道：你们还有空在这哭？又不是一个观众都没有。如果你们连眼前的一个人都打动不了，那凭什么打动100人1000人呢？想走得更远，就先试着打动眼前的一个人。在那一段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邱元康的话在孩子们的眼里更像是在推卸责任。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比起训练的辛苦，大人世界的邱元康要承担的更是10倍100倍的压力。他们演出的地方虽然是小剧场，但为他们设计的是当年设计出东京迪士尼的团队，音响设备都是当时市面上最顶级的配置，定制演出服装，甚至配备的工作人员都有20-30位。每一场公演，每一天的开销都在烧钱。公演的形式是妄图绕开大众媒体，直接向粉丝推销，这完全不同于当年小猫俱乐部的玩法。对于已经从事电视行业20多年的邱元康，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魏明27岁，他写的歌就已经独占欧榜1半以上，制作的节目带火无数艺人，甚至当编剧，他的作品都能被好莱坞翻拍。魏丽以他的地位，明显可以借势赚更轻松的钱。虽然养成系并不是 AKB 的首创，但为了面对面偶像的新概念所付出的一切，与其说是尝试，倒不如说这就是在赌博。而他赌的正是这群平凡少女的梦想。然而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场赌局基本都是一边倒的宣告失败，因为再过不久 AKB 将收获大众媒体对他们的第一次攻击。秋叶原的 AKB48 原来是一个让未成年人入底裤的下流团体，而这时的少女们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天的公演照常进行，结束后大伙在后台依然抱怨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突然一位成员兴冲冲地跑了进来，我们收到来信了。大家围在一起，我们收到粉丝来信了啊，真的假的？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紧紧地握着他们的第一封粉丝来信。この前公演を見てから大ファンになりました。正直最初は舐めてました。でも皆さんが頑張っているのを見て元気をもらいました。僕はここでこんなすごい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のをみんな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そしてまた公演を見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忙しいと思いますが体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これからもずっと応援しています。对于年龄尚小的他们来说，一夜成名或许才是这些初出牛犊的最终幻想，但他们也知道那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想象。那种万人追捧的明星一生下来仿佛就获得了神赐予的幸运。
但是这封信正如那段黑暗而又漫长的道路上擦亮的第一颗火花，他们靠汗水和努力真的获得了梦想之路的第一份感动，而后面的他们又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呢？请收看下期被首相接见的陆地库女团。首先向各位道歉，由于 AKB 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庞大，一期的篇幅又十分有限，所以我只能抽丝剥茧的为各位讲述。客观的讲 ，AKB 虽然已经没什么热度了，但我相信它故事的本身就足够精彩，所以希望看到后续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为我点个赞。现在的我主要是靠做视频为生，一个还不错的视频数据是我唯一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么我是子美，我们下期再见。